想象一下哦，你现在是一位正准备进行精密手术的顶级外科医师。手术进行到一半，你转头想拿一把你最常用的手术刀，结果却发现护理师每天都会把刀子塞进完全不同的抽屉里。哇，那一定会手忙脚乱。对，而且抽屉外面还随意贴着一个标签，写着那个2023杂项最终版。你必须在危急关头翻箱倒柜，听起来很荒谬，对吧？确实很荒谬，但其实这就是你每次打开 Mac 电脑寻找档案时，正在对自己大脑做的事情。没错，所以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今天手边有一大叠资料，包含了 MacMost、CNET、Apple 的官方技术指南，还有各大科技论坛的实战解析，资源非常丰富。今天的任务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帮你把 Mac 里那个常常让人迷路、产生各种找档案内耗的 Finder， 改造成一个极速而且全自动化的数位资产指挥中心。这点其实超级重要，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只把 Finder 当做一个装档案的抽屉。对，就是一个普通的资料夹界面而已。但如果我们从系统底层来看，它其实是整个 macOS 作业系统的逻辑核心。只要你掌握了它的底层架构跟自动化扩展能力，绝对能大幅提升你数位生产力的上限。没错，是接下来我们会带领大家从最基础的侧边栏，还有一个叫做代理图示的视觉改造开始，一路进阶到标签管理、Spotlight 引擎的高级检索，最后还会解锁像 Commander One 还有 AI 自动化工具的终极设定。那我们就从建立直觉基础开始吧。在追求那些高阶自动化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视觉混乱的问题。真的，我的 Finder 预设界面就像别人帮我乱塞的办公桌，每次打开预设都是跳到最近使用，然后看到一堆昨天看过的图片，几个月前的 PDF 全部混在一起，视觉上超级崩溃。那个最近使用其实是系统试图去帮你预测需求了，但往往适得其反了。我会强烈建议，第一步先进到 Finder 的设定里，把开启新视窗的预设位置改成你实际的工作起点。比如说改成下载项目，或者是当前最重要的专案资料夹吗？对。但是当你把特定的资料夹直接拖进侧边栏的喜好项目时，你其实并不是在单纯做一个书签。不是书签吗？不然是什么？专家指出，这本质上是在系统核心创建了一个叫做替身的东西，也就是 alias。替身听起来有点科幻。其实就是确保了物理路径的稳定。这意味着，不管你之后把这个资料夹移动到硬碟的哪一个深层角落，只要侧边栏这个替身还在，系统就能瞬间追踪到它的新位置。这极大地缩短了你的操作行程。哇，所以它是有追踪能力的。没错，同样的逻辑也能用在工具列。你可以按住 Command 键，然后把你常用的 App 或档案直接拖到 Finder 顶部的工具列上。等一下，直接把档案拖到工具列上？对，它就会变成一个一键启动的捷径。这等于是我把一个特定的工具直接钉在手术台旁边，随手就能拿到。不过说到 Finder 的界面魔法，我们手边的资料里有一个让我彻底颠覆操作习惯的东西。你是说代理图示吗？对，就是代理图示 Proxy Icon。我以前一直以为视窗顶端资料夹名称旁边的那个小图示就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视觉图案而已。其实代理图是堪称 macOS 里面最优雅但也最被低估的交互设计了。它不仅仅是一个图案，它本身就代表了你当前所在的整个资料夹。让我厘清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假设我现在已经点进了一个藏在5层资料夹底下的2024企划案，然后我突然需要把这个资料夹当作附件寄给客户。以前我的做法是，我必须点击上一页，退回到上一层，找到这个资料夹，然后再把它拖进 email 里。可是现在你完全不需要退回上一层了，只要游标选停在视窗顶部的资料夹名称上，那个小图示就会出现，你可以直接滑鼠按住它，把它拖进邮件里。天哪！对，你甚至可以抓着这个图示，直接把它移动到另一个外接硬碟的路径里，瞬间完成移动。
这根本是隐藏的任意门吧？打破了必须看到档案实体才能移动它的直觉限制耶。没错，但它有一个小缺点了，就是预设情况下，游标放上去要等个1秒钟，图示才会慢慢浮现。对，这对急性子来说真的有点折磨。所以操作秘诀来啦，如果你想追求极致效率，可以到系统设定，找到辅助使用，然后在显示器里面开启显示视窗标题图示。这样它就会永久显示了吗？没错，这样代理图示就会随时待命，不用再等那1秒钟了。太实用了。好，那我们现在把侧边栏的抽屉整理好了，也掌握了代理图示这个移动魔法。但接下来我遇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什么问题？假设我手边有一份年度预算表，它在逻辑上既属于财务部专案，同时又必须归类在老板本周急件里面。传统资料夹的痛点出现了。对啊，在传统架构下，一个档案只能有一个物理位置嘛，我不可能把它同时放在2个资料夹里，而不产生重复的档案。这该怎么解？这就带出了多维度元数据治理的概念，也就是 metadata。当基础导航设定好之后，我们必须打破实体资料夹的降解。具体来说要怎么做？最强大的工具就是标签系统。标签的真正价值在于流程化，而不是只有类别化。流程化？对，你可以设定像是进行中、待审核这种状态标签，或者给同一个档案打上专案参与者的名字，像是张三。如果打个比方的话，资料夹就像是主武器，决定档案的物理柱子，而标签就像是副武器，是它们的灵魂特征，对吧？这个比喻很好，这样一来，即使你的档案散落在不同资料夹，只要点击特边栏的标签，就能瞬间把它们全部聚合在一起。听起来很完美，但我必须提出一个质疑哦。如果我今天心血来潮，给每个东西都打上5颜6色的标签，最后侧边栏会被变成一场灾难，根本什么都找不到。这确实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其实根据来源资料的重点，标签最适合用在少量、临时或状态追踪的档案上。所以不应该全部都打标签。没错，大量档案的基础依然需要依赖层级明确的资料夹结构，标签是辅助，不是用来取代资料夹的。了解。那如果是针对电脑里最容易失控的灾难现场，也就是那个桌面呢？有时候为了求快，截图啦、下载档啦，我都会直接往桌面丢。针对混乱的桌面 ，macOS 有一个超级好用的功能，叫做堆叠 （Stacks）。这个我好像有听过，但没仔细研究过。你只要在桌面点击右键，开启使用堆叠功能，系统就会瞬间扫描桌面上所有零散的项目。哇，然后呢？然后它会依据种类，像是图片、PDF、试算表，或者依据日期，瞬间帮你聚合起来。等等，那如果我又存了一张新的截图到桌面呢？这就是它聪明的地方了。新截图存下来的时候，它会自动飞入对应的堆叠中，维持桌面的永久整洁。这也太疗愈了吧！不用自己动手整理，桌面就永远干干净净的。对，所以既然档案已经透过标签和堆叠在逻辑上连接起来了，接下来当你要在大海捞针的时候，该怎么瞬间把它们召唤出来？是用搜寻功能吗？右上角那个放大镜？没错。这时我们就需要利用 Spotlight 引擎，并把它升级为智慧型档案夹。Spotlight 不是就只能打关键字找档案吗？我有时候打一个字，它跑出几千个结果，根本找不到我要的。那是因为你只用了它最基础的功能。其实你可以用 Spotlight 下达高阶指令来精确控制元数据。高阶指令可以举个例子吗？例如，你可以在搜寻框输入 kind.pdf。这样它就只会寻找 PDF 档，或者输入 size.1G 大于1G 的档案，这用来清理硬碟超方便耶。对啊，你还可以输入 author.john 来找特定作者的档案，甚至可以使用布林运算子哦。布林运算子，这听起来很像写程式。其实很简单啦，比如说你输入 trip-friends， 那个减号就是排除的意思。所以就是寻找包含 trip， 但是排除 friends 的档案。完全正确。当你设定好这些复杂的搜寻条件后，最厉害的来了，你可以按下 Option Command N 建立一个智慧型档案夹。
智慧型档案夹，这跟一般资料夹有什么不一样？它本质上是一个实时更新的查询语法，完全不占用额外空间。它是一个活的资料夹。活的资料夹。资料来源里面有一个经典案例，你可以设定一个条件为电影档案加上2010年以前创建加上大于1G。哇，这条件很严苛诶。对，结果原本2800多个档案瞬间就过滤出68个，这对于清理磁碟或是追踪特定专案超级有效。这样听起来，智慧型档案夹就像是一个全天候为你监控档案的私人助理，只要条件符合，档案就会自动出现在清单上，你甚至不需要手动去把它们拖进来。没错，这就是自动化的威力。不过，当内建功能已经运用到极致的时候，对于追求极致效率的进阶玩家来说，还是会觉得不够。都已经这么强了，还不够吗？ Finder 内建的自动化有什么不足之处吗？ Finder 虽然内建的批次重新命名，像是你可以选取多个档案按右键去取代文字或加入文字，也可以利用捷径 App 建立快速动作，像是那个一键转换图片尺寸之类的，对吧？对，但对于高阶的网络管理和 AI 辨识 ，Finder 就略显不足了。这时候，我们必须打破 Finder 本身的边界，所以要靠第三方工具咯。没错，专家强烈推荐一款叫做 Commander One 的双面板工具，它解决了多个进阶使用者的痛点。双面板操作，这听起来简直是档案总管界的双萤幕工作站耶。为什么要用双面板？因为 Finder 常常会开很多视窗，你要把档案从 A 拉到 B 的时候，很容易拖错地方。但双面板界面让你在2个目录之间搬移档案，完全无缝接轨。了解，一边是来源，一边是目的，清清楚楚。而且它完整支援加密的 zip 或 RAR 压缩档。更厉害的是，它还能直接挂载 FTP 或 SFTP 伺服器，甚至是云端硬碟。等一下，所以对于需要大量在云端还有本机伺服器之间搬运档案的人来说， Commander One 其实是把所有的网络空间都变成本机磁碟来管理，对吧？完全正确，它甚至还内建了终端机模拟器，对于工程师来说超级方便。这真的是把极限推到了另一个层次。不过除了双面板操作，资料里面好像还有提到一些更未来感的自动化概念。没错，像是 NameQuick 跟 Hazel 这种高阶工具的概念延伸。NameQuick 是做什么的？它可以利用 AI 跟 OCR 技术，也就是光学字元辨识，把你原本叫做 img4823.jpg 的照片，自动改名为婚礼花园日落.jpg。哇，这太神了吧！我以前整理照片最痛苦的就是改档名，它直接看懂照片内容来命名。对，这就是 AI 辅助档案管理的威力。然后再加上 Hazel 这种规则引擎。Hazel 又是负责什么的？ Hazel 能够持续监控你指定的资料夹，一旦档案被 NameQuick 改好名字，或是符合某个特定条件， Hazel 就会自动帮你把它归档到正确的路径去。所以我只要把档案丢进去，它就自动帮我命名，然后自动分类到对的资料夹。没错，完全不需要人工介入。哇，今天这一趟真的是脑洞大开。我们从设定专属侧边栏开始，利用代理图示跟标签进行多维度的整理。然后运用 Spotlight 与智慧型档案夹打造了动态的资料流，最后还解锁了 Commander One 这种高阶工具的双面板魔法，还有 AI 自动化。原来档案管理真的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无形的生产力支持。是的。不过，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提出一个超越现有讨论的开放性思考。什么思考？你看，在这个 AI 已经能看懂图片内容、自动读取合约细节，甚至能帮档案命名的时代，或许再过几年，手动分类档案，甚至是资料夹这个概念本身，都会彻底从作业系统里面消失。等等，资料夹消失，这蛮夸张的吧？那档案要怎么找？未来的作业系统可能只需要我们大脑里浮现一个关键字，所有关联的知识、文件、图片就会自动汇聚在眼前。天哪，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真的是科幻电影的情节了。纯粹的知识流，完全没有实体路径的概念。没错，
这一天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到来。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结语。不过，在我们拥抱这个没有资料夹的未来之前，大家还是先打开电脑的 Finder， 试试今天的技巧吧。没错，先享受一下掌控数据的快感。对，把你的 Finder 改造成自适合你的数位指挥中心。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